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今天我們來玩原野魔玩出品的這一款運20雲盛鯤鵬。哇，這個我個人來說是非常喜歡胖妞的這個機型的。為什麼叫胖妞呢？大運輸機嘛，胖乎乎的，還非常可愛。其實細心的朋友們，如果觀察過現實款的運20，它的主翼確實是向下有一定的彎曲幅度的，畢竟很大嘛，機翼很長，而且機翼裡邊是注滿燃油的，所以也有一定的重量。側面看一下，擺放在桌子上的效果還是非常不錯的，起落架完全可以延展出来，但是头部這一塊也會有这種蹺蹺板的現象。不過变形到位的話，正常的水平摆放問題不算太大，畢竟它中間有好幾排的輪子嘛。這款飛機的尺寸還是挺誇張的，翼展的部分來到了42公分左右，長度將近40公分。主翼上面的細節刻線做的還不錯，這邊有81的 logo， 前方的駕駛室這一塊的塗裝窗戶，上邊的一些小的塗裝細節。後邊這裡尾部的編號以及中國的國旗，機腹部這一塊包裹的完整性還是非常好的，不同於一些變形金剛的飞機玩具，下邊驮着一大坨。我們翻過來看一下，下方雖然也能看到一些分件的面板線，但是整個的流線型還是保證了下来，而且沒有看到多余的机器人变形以後的這些零件啊。机頭側面這裡变形的需要也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分模線，引擎這裡邊的渦輪細節刻畫，塗裝用金屬漆點綴出來的效果很漂亮。起落架都是真實的輪子，可以滾動，但是感覺生澀一些啊，比較緊。我們把前起落架收起来，它這地方有4個艙蓋，當你在翻出起落架的時候，這一塊抠不出来怎麼辦呢？掀開這個蓋子，後方這裡有一個拨的地方，往下壓，哎，輪子就翻出了。後方的輪子比較多，在往回收纳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先拆開後邊這裡的卡扣，然後往上翹一點點，把這個蓋子拆開。調轉角度可以發現內側這裡有一個 L 型的鎖扣軸，我們在往回收的時候需要往這邊頂一下，解鎖開以後再往上滑動，就可以完全的收納起來。下方的起落架艙蓋再合上。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拿出它自帶的支架，2把武器可以插在側面的洞裡邊。注意這個插進去以後就不能左右旋轉了，裡邊是有一個卡軸的，可以翹起來一點點。安裝飛機之前，先把後邊的2個蓋子左右打開，順着下方的這些凹槽都插進去之後，後邊的2個鎖扣再跟這一塊的凹槽用銷子夾住，就可以擺出一個胖妞即將起飛的爬升動作。哇，這個擺在這裡一看也是挺帥的吧。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支架拔下來，換一個插孔，在人形的時候作為一個安插支撐。很大的一本說明書，變形吧倒是正逆变的指示都有，但是在一些細節的地方有漏畫，線稿的看的也不是那麼特別的明晰，還是建議看着視頻來變吧。也因為目前還只是一個樣板階段的東西啊，它中間有一些縫隙，還有一些卡位的地方，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整。我們也只是來看一下具體的變形結構，到時候實物的素質還等大貨出來再甄別。那第一步，其實在說明書裡邊讓你先把機翼摘掉，其實這個是完全可以實現一體變形的，我就不摘了。咱們先把主翼的這一塊雙段關節折疊起來，不要壓到底，給下方留出來一定的空間餘量。翻到機腹的準備工作，拆開這一塊的軸和後方這裡的插扣，把這裡打鬆，折疊拉起來，前方這一塊的蓋子翹起來。現在我們就可以通過這一段的關節稍微的拉動一下，把下方這一塊機腹部的蓋子整個的拉鬆，邊緣這裡的2個三角區順着頂起來了，我們把它翹鬆一點點。機翼根部下方這裡有一個插銷，後方的蓋子這裡也有插銷，把這地方整個的拆鬆，拔開，翻到前面去。側面這裡有2個帶插扣的零件，翻轉90度，騰開空間，背板1段折2段折，给它放下來。然後把主翼的部分旋轉個180度，放到這面來。側面這塊蓋板根部有一個插銷的位置，把這一塊的插孔打開，旋轉180度往上貼合。下一步拆開這一條縫隙中間的插扣，左右把這片蓋子掰開，翻到底下機腹部這塊是一個斜着角度的中間連接的插位啊，我們把這地方全部都扣鬆。包括後邊的垂直尾翼部分，
裡邊的扣眼全部打開，分成2半。现在我们捏着根部的2条腿，整体的从这一塊翻折下拉，和前面刚才翻出来的2个板子夹起来，然后腰部拧个180度，把机头旋轉到正面來。注意一下胯部這裡的變形，前裙甲這裡是2個球形關節，我們先把它立起來，然後整個的腿部，剛才我們已經分開了，順着根部的關節往起翹一點點，再根據胯部的齒輪關節往下折疊，讓出來側裙甲的活動範圍之後，看在這個地方不絆着了，就可以從這個方向旋轉180度，只能從這個單邊的方向旋轉啊，另一邊會卡到軸。接着可以看到前裙甲這裡有一個伸縮的滑槽，我們把這一塊的滑槽整個推到最上面去，拉起來之後，上方這裡有了一個空間，就可以把這2塊零件往中間居中對合。在沒有完全夾合上去的時候，腰部側面這裡有2塊擋板，擋肉的零件啊，也算是腰部掐出來腰縫的那個造型。哎，先把它折回來就不會絆倒了。接着再往上對合。完全放在平行的狀態之後，用裙甲根部的2個插扣，把這2個扣子削住，前裙甲擺過來，插。好，胯部這一塊我們先鎖定住，下方的這一塊折疊往後翻，這裡有一個 C 型的插槽，把這一塊整個的別進去。腿部外側的這一塊變形其實還是挺簡單的，它都是大塊的移動。我們先從根部這一塊的轉軸。掰着根部讓開倒角，把它撇一下，讓出來之後，中間的腳丫子位置旋轉90度，然後整個的往起翻，連同這一側調出來，根部這裡還有一個小片兒，我們把它折疊立起來，然後看腿部裝甲的收納，把這一片垂直尾翼對折下來，水平尾翼折疊90度，接着我們把它旋轉疊放好。順着根部這裡有一個雙段關節的軸，把它對折過來180度。現在我們就要來回的調整一下，把這一塊的水平尾翼轉過來的位置，稍微的調整根部這一塊轉軸，盡量的壓扁，然後藏到下方的空間裡去，盡量的往裡塞。塞進去之後，在最後的尖兒根部這裡有一個插扣，和膝蓋後方的扣子進行結合。調整到什麼位置呢？可以順着這裡邊看一下，這一塊是完全疊放進膝蓋銀色的這個轉軸後面去，藏到空間裡邊。外側的這一塊面板往回折疊的時候，側面這裡的這一塊方片，這裡留了一個凹槽，能把它對應的扣住，這個就算變到位了。小腿前方的這塊面板往回扣合，注意這兒有一個插扣，對應裡邊的這個插槽，我們把它結合上，對準。最後檢查一下沒有問題變到位，再把腳踝的軸 Z 字折疊縮放回來。後裙甲這裡有一個小鈎子，我們把它翻折到前方去。最後是對應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支撐的縫隙，後方的蓋子雙段關節折疊插上來以後有卡扣，把它結合在一起。起落架的這2條左右有轉軸，可以稍微張開一些，往下放，讓這一塊支撐定住。來看上半身這一塊的變形，我們先把翅膀稍微的轉開，這樣好觀察一下。順着這一塊三角的區域左右打開它，根部這裡有插扣，我們先根據根部這個地方有一個雙段的關節往出拉一下，拉過來之後往前折疊90度就放出來了。注意這一塊是倒角根部不太好過，所以呢，你在拆開之後，記得先把下方的這裡雙關節往外搓動。當拉出這個邊緣之後，夠了空間，你再往前折疊90度。現在我們就可以把機翼回歸，連同頂上的這個蓋子一起向下翻折。在根部這裡邊有一個小的掛鈎鎖，把它翻出來。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肩膀這一塊算是已經變過來了，但是呢，它的目標是把下方的這個方塊位置再旋轉往前，變成這樣的一個造型。這就問題出現了，這是這款最難變的地方，這兒沒設計什麼太好過的倒角，就卡邊卡的問題挺嚴重的。第一步得先把這一塊的肩膀旋轉上來。哎，讓出來邊緣這一塊縫隙，完全不阻礙的情況下，
往前折疊90度，把這一塊旋轉的邊緣完全避讓開之後，我們再往後撥，從它的根部這裡再往出轉，哎，卡出來。側面這裡有2個扣子，跟這塊零件對應插一下，然後肩膀歸位，這個時候下方這裡才不會影響到。怎麼說呢？這一塊的設計理念上應該是為了防止肩膀在活動的時候跟下方這裡干涉卡片兒。第二個也是讓胸口的這塊造型呈現出倒三角更加曲線的一個效果。但實際操作的過程中，這一塊特別的難往出翻啊。根部這2塊的邊緣倒角比較半，而且跟上方的肩膀位置這個地方干涉也很嚴重，操作起來第一個不方便，第二個其實這2個扣子插上的意義不是很大，很短淺的一個扣子，插上去的穩定性並不是特別的好，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應該再調整一下公差，或者说能不能在內部這裡加2個倒角切下去一個邊緣，這樣就更好往出翻了。現在這種死角確實不好過。手臂的位置齒輪關節放下來，先放下來之後，再從2頭肌這裡旋轉90度。最後一步來收納機頭，前方1分3的駕駛艙，整個往下掰，往後折疊。這個地方需要注意的是什麼？剛才我們說前起落架翻出的時候，中間有一個黑色的軸，我們要往裡壓一下，稍微的壓進去一點兒，讓這一塊的空間好進。頭部在根部有一個雙段關節，我們撬出來，稍微的拉伸，往前翻折，把它頂出去，拉起來，頭部就往上拉了一檔。稍微的撬開蓋子，我們從裡邊看一下，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從這個角度看到，中間有一個方的孔。下方起落架那個黑色的片兒是要穿過這個孔插進來的，這個地方的空間給的也有一點緊張，很容易頂到後邊的那個邊兒，所以機頭就翻不下去了。這個時候就要把起落架稍微的頂出來一點點，讓它更加的居中靠下一點，就可以順利的穿過這個洞。好，完全順進去看一下效果，這塊黑色的片兒剛剛好順着縫隙的邊緣頂了上來。腰腹部的機頭完全的壓進去，前邊這一塊藍色的位置整個的頂出來，這樣變到位之後，再把側面這裡的插銷鎖上。後邊有一個金屬色的蓋子，放下來，把窟窿填平。頭部這一塊通過雙關節調整，完全的歸位，把脖子這一塊填補住。後方的這一塊蓋子翻折下來，背包機翼的位置再調整，把這一塊的鎖銷掛下来。胸口的小蓋子再往下一翻，其實理論上现在就已經算是變形完成了，但是很明顯感覺到這一塊的引擎跟肩膀的位置有一些干涉。2種做法，一個是把這一節引擎掰掉，你的肩膀就可以擺放在正常的角度上了。第2種是按說明書像一開始的插拔變形，把機翼拔下來，左右對換一下方向。前方這裡的肩膀位置也就不會干涉了。這個怎麼說呢？雖然說更方便於操作，而且變形的過程觀看起來的效果會更好，但是我個人還是比較在乎一體變形的這個事兒的，也是看個人的需求吧。後方這裡當然也可以把它轉上來，把引擎轉橫。哎，當成一個飛天模式。當然，我們也可以把翼展打開，變成它的飛行背包，使用引擎巨大的這一款動力，讓它在天空中進行飛行攻擊。唰，哎，這個樣子還是挺带感的。其實到現在玩高達的玩家們已經開始會心一笑了。這個玩的形體啊，是不是？你要是給它再塗一個紅色，頭上加個角角什麼的，大家可以自行體會感受一下。我沒事兒，我就是餓了，偷吃點豆芽的小零食。人形的四肢比例，而且整個的一個站立穩定性非常好，其實完全不需要側面的支架，也可以直接擺放站立，很穩定的。得益於巨大的三角形接地面積啊，背包是完全不會後仰的。後裙甲的造型運用到了起落架的那2塊鼓起來圓圓的地方，做成了2個噴筒子，也挺像，就是頭雕的樣子，感覺有一點凸，帶個尖刺什麼的效果会更好啊。不過畢竟礙於收納的一個限制啊，脖子是球形關節，來回旋轉的幅度還是可以的。肩膀這裡360度旋轉，當然你得避開後方的翅膀。
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呢，這一塊倒是也可以作為蝴蝶肩的關節進行使用，但是下方這裡其實鎖定的並不是很好啊。側台可以舉到非常高的幅度，根部這裡是齒輪關節。變形需要二頭肌的根部這裡可以旋轉，在根部這一塊的肩膀位置是一個合金的零件。手肘這裡是雙段關節，曲臂的幅度對起來非常的大。在肘關節的後方這裡還有一塊可以活動的裝甲。拳頭只是一個握持的动手，不過手腕左右是可以旋轉的，腰部左右旋轉大概45度左右。变形結構限制，這裡並沒有彎腰關節。側台齒輪關節可以踢到90度平。裙甲是後方獨立的分件，腿部的可动關節還是不錯的，但是因為前裙甲的造型這塊限制住了，只能做到一個踢平的效果。如果你有需求呢，可以把這一塊的扣子稍微的拨鬆，讓這一塊胯部的關節往外拉一點點。這個時候前踢甚至可以舉過頭頂，後踢因為沒有限制，也可以差不多踢到90度。大腿根部360度旋轉，膝蓋也設計了齒輪關節。可以掰到90度，但是這一塊會顯得很脫肉，齒輪的聲音還是很好聽的。脚踝变形需要可以小幅度的接地，可以說这款的人形造型做的確實相當不錯，能把很還原現實中運20的飛機樣式拆分了之後，變成這個樣子的形狀。其實這些面板塊邏輯的轉移和設計師最後總體的一個想象力，對於這款產品完成的效果來說，做的還是非常棒的。再加上變形的難度並不高，並沒有使用一種特別複雜的設計結構來讓每一塊運用在合理的位置上邊，只是需要簡單的塊狀移動，就可以把人形還原出這麼一個這樣的效果，其實也是挺帥的，但是在把玩體驗上邊還是有些欠缺。它畢竟是作為一款可变形的玩具，在肩膀位置翻出，尤其下方这一塊，整個一個180度拐過來的過程中，倒角的干涉性會非常的嚴重。胸口機頭的下翻90度，裡邊那個黑色的面板容差的空間又給的比較小，再加上胯部這一塊的變形是必須按照一個嚴苛的順序來一層一層的羅列下來。如果你這一塊的順序錯了，可能在其他的零件翻轉的過程中還要重新的再變一次来避讓調整。好在目前還只是樣板階段，希望在大貨出來的時候可以把這些倒角的地方稍微的切一切。倒是在我嘗試變形以及研究這個結構的過程中這個料子的柔韌性還是不錯的。像裙甲這一塊先後順序，我一開始研究時候沒搞對的時候，有時候強行別過來，這個料子也撐得住，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明顯的斷裂和白痕的現象。據聽說最後的定價200多，那這個性價比來說還是相當可以的。變成人形到頭頂在19.5公分左右，其實個頭來說不算太小，再加上代工的質量還不錯整個的模具精度是非常高的，變形到位，扣子就等在那裡。估計它也是為了保證人形和飛機狀態下的一些乾淨的面板吧，所以卡扣做的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多，這也導致了最後一些零件在固定的時候穩定性沒有那麼的強，也是希望在大貨的時候能把這些地方調整一下。如果實在是模具已經開了改不了的話，希望在後續的作品裡邊強調一下這些扣合的抓合力，讓零件更加的穩定。當然目前還是一個樣板階段，東西並不代表大貨最終的品質具體我們還是要等大貨出來以後看看它究竟做的如何，或者說這些地方有没有能修改得到呢？那麼大家覺得原野魔丸這一次的運20做的如何呢？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這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